福生无量天尊，道有慈悲，贫道贤真。这一章我们要一起解读《道德经》第65章，一念随喜，功德无量。在读到这章时，我们仿佛触及了《道德经》中最深的一重反讽与最远的一种回归。老子在这一章中没有回避治理的现实问题，也没有遮掩人性的复杂，他知陈古之善为道者的做法，却又以一种极其不同于我们今日通行价值的语气提出了看似悖论的主张。特别是那一句非以明民，将以愚之，常常让现代读者在初读之时感到震惊甚至质疑。但若我们沉下心来体察，就会发现老子真正关心的不是如何压制人的志识，而是要回归一种与道相契的政治智慧，其终极目标是与万物反而相合。以至于达到大顺的境界，我们可以先从字面层面理解这段话。老子说，古代那些真正善于体悟并实践道义的人，并不致力于使人民聪明睿智，而是要让人民返璞归真，回到一种朴素的状态。他紧接着指出，人民之所以难以治理，是因为他们的聪明太多了。也就是说，当一个社会的每个个体都在用自以为是的聪明追逐自己的利益时，整体将变得纷乱割裂，缺乏和谐统一的节奏。于是老子提出一个听起来逆耳但极具深意的判断：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这个论断直接挑战了现代政治理念中理性治理、专家治国的主张，但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超越工具理性的反思空间。那么，这样一种关于治理的主张，是否意味着要倡导愚民政策？是否就是我们今日常见的那种通过信息封锁、教育限制、宣传控制来降低民众判断力的做法？如果从权术的角度去理解老子的这句话，就完全误读了它。老子所说的愚，并不是指一种对真相的遮蔽，而是一种心灵的澄明，是对复杂的拒绝，是去除人性中的巧诈与计算，恢复质朴自然的生存状态。也就是说，这里所谓的愚，是对某种智的超越，是一种不智之智。我们若从社会制度的角度来看，会发现老子的这段话对今天的制度建设仍具有批判性意义。今天很多社会制度在设计时高度依赖技术理性，讲究程序正义、风险管理和规则精密，但越是这样，越容易出现制度异化的问题。一方面，精密的制度要求个体高度的理性能力去适应它，于是社会不断将聪明作为优胜的标尺，导致知识焦虑、教育内卷、信息过载等问题层出不穷。另一方面，制度也可能反过来被聪明人所利用，成为谋利和操控的工具。当制度设计者越来越精明，个体的行动被算法、模型不断规训时，人反而在其中失去了道的归属。在这种背景下，老子所说的以智治国，国之贼，便不仅是一个警句，更像是一种结构性预言。它提醒我们，任何制度若是仅仅服务于效率与控制，就会成为整个国家的障碍。这并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制度，而是说制度必须建立在更深的德性基础上。而以道治国的理路，恰恰要求制度不僵硬、不抢先、不强夺，让人有呼吸的空间，有回归的余地。延伸到自我修养的层面，老子这章的含义更加直接，他要求人不要沉迷于聪明本身。我们现代人生活在信息化的海洋中，手机、社交媒体、AI、金融工具，每一样都诱使我们变得更聪明，仿佛只有不停地学习、优化、比较、计算，才能跟得上时代，才能不被淘汰。然而老子反其道而行，他指出，一个人越是聪明，越容易与道失和，因为聪明让人迷信控制，失去顺应的心态，
聪明让人钻营权术，远离正直与平实；聪明使人疏于静默，无法听见天地的节奏。老子提出了一种深层次的德性标准，他称之为玄德。他说：“知此两者，亦稽式；常知稽式，是谓玄德。”这里的稽式是对比、衡量、规范之意，也就是说，能够看清以治治国与不以治治国的根本区别，才能把握治理之道。而这种对照所衍生出来的深刻德性，就是玄德。这个玄德不是表面的善良或才干，而是一种既深远又难以言说的内在品质。它不要不争，却能穿透混沌之事，化解万物之乱。这也正是这一章最动人之处：玄德深矣，远矣，与物反矣，然后乃至大顺。这是一种治理者的最终境界，也是一种生命的最高归宿。不是靠着聪明与才干来压制混乱，而是通过深层的德性与世界达成一致，在看似不合之间与万物产生逆向的共鸣，于是才有真正的和谐。这与儒家所倡导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路径不同，老子的路径更为内敛，也更具反结构性。他并不鼓励建立高度控制的社会结构，而是希望人能以道为准则，顺其自然，在不争中达至真正的顺治。将这种思想落回到今天的工作情境中，我们也能看到它的现实意义。现代职场讲究竞争力、资源整合、战略执行、管理技巧，这些都是智的体现。然而，很多企业和团队正是在这类高度理性操作中失去了温度与信任。老板太聪明，员工太精明，彼此都在算计 KPI 和利益边界，反而让组织变得僵化、冷漠，没有凝聚力。而那些真正长期稳健发展的组织，往往有一个共同特征：领导者不浮夸、不炫技，处理复杂事务时从容不迫，激发员工的善意和潜能，不靠控制，而靠信任和自然的引导。这种治理风格正是老子所说的不以治治国的现代版本。同样，在家庭关系中，很多问题也来自于太聪明。夫妻之间彼此揣度对方的言语与情绪，用逻辑分析来赢得争执，却失去了最基础的共情能力。父母对子女总想用最有效率的方式教养，安排他们的时间、学习、生活，结果孩子要么逆反，要么失去自我。在这些家庭矛盾中，我们看到的正是老子所说的智多而难治。而一个真正温暖互信的家庭，往往并不靠权威、条理、条框来维持，而是靠一种不言而喻的温和力量。那是一种潜藏的德性，一种看似于实则最通透的方式。这一章的尾句“与物反矣”，然后乃至大顺，是老子思想的一个高峰。它不是要回到原始的愚昧状态，而是要穿透聪明的幻象，找到与宇宙节律同频共振的方式。与物反不是对立，而是一种深层的互补与反观。当我们不再急于以主观的设计去主宰世界，而是试着让自己成为一个谦卑的倾听者，才可能真正走入大顺的状态。这种顺不是顺从，而是顺应，是在天时地利人和的张力中保持一种不躁不怨的节奏感。在整部《道德经》中，这一章可以说是对道法自然在治理与修身两个层面上的一次深刻应用。它既对现代社会过度理性与制度控制发出警醒，也为个体提供了回归本然、简朴深德的修行之路。在这个意义上，老子的愚民之说其实是一种最清醒的选择，一种智慧的降维归真。而当我们走到这一章的结尾，也就自然看到了第66章的开端。在下一章中，老子将以水的比喻深入探讨领导者应有的品格。他将告诉我们，为何能处众人之上者，必先以身为下。
这一章所描绘的玄德之境，将在下一章中化为更具体的行动智慧。我们将在水的柔顺与低处看到真正的王者之道。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感悟。道德经的智慧应该被更多人看见。关注频道，我们下期再见。